大家好，我是道子。我们在学子上面所开的新的线上课程在旅行中找到摄影已经正式上线了。我相信蛮多观众都已经看完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制作这个课程中间呢，我的一些想法跟心得。那也顺便能够帮助，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购买这个课程，或者有点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听我介绍一下，然后也许你可以再思考一下这堂课程是不是适合你。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那这样课程呢，其实离上一次在做线上课程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那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累积的很多观众平常在直播上会提问的问题。那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很多会有新观众加进来，那我们很难就是在每一次直播都可以完整的回答所有大家的问题。也许你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跟到。那如果我今天能够再做一堂课程，整理起来大家常问的这些问题呢，做一个更有条列性的分享，我觉得会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想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就开始思考说，那主轴是什么？然后又因为我们频道其实在旅游的影片其实蛮多的，那也不可能在每一次的旅程中，比如去东京去哪里，然后每一次都要把所有旅行摄影上面要讲的东西全部都再讲一次，那样真的太多了。就觉得那我们就以旅游摄影为主，那以这个前提来做一个可能心得跟技巧上面的分享。那这样子大家搭配着我们的旅游影片在看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不错的效果。所以大概就往这个方向去走。在2025年的年初呢，那个时候我印象深刻，在想到说那我们就以旅游为主的时候呢，我的直觉就是我一定要有雪景的拍摄。其实我觉得我在整个拍摄的生涯第一次感受到非常非常震撼，就是我第一次去北海道，第一次看到下雪，在雪地中拍摄，那个色温的变化让我非常的震撼，因为我没有去拍过那样子的场景。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我的直觉，我就跟郑颖跟玉涵讲说，我们一定要安排去北海道拍一趟，然后就从那个地方为开始，然后呢再开始后续的部分。所以在课程呢完全没有架构情况下，我就订了北海道机票。然后那一次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玉涵没有去的那一次然后我就跟郑怡呢就飞一趟北海道。那一次的目标就是先把雪地中会需要讲的东西都讲完，因为我很清楚，就是我预计要在雪地分享哪些心得，那包含下雪的时候那些雪花怎么拍才会清楚之类这些东西。所以那一次去呢，就是赶快先把这些东西都拍完了。但是这个课程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其实也是在旅程中，就是一边拍摄呢，才一边在排大纲。那就一开始的大纲设计其实非常的单纯，就跟一般的摄影课我觉得比较类似，可能教你在不同的场景下拍摄，然后从光圈快门开始，透过曝光透过什么东西去就是大家知道那些东西。但我觉得那是蛮直觉的想法，所以就往这个方向去。回来之后呢，就因为已经拍完了北海道，所以就开始想说，那我是要4季的不同的场景都拍摄吗？那有拍了北海道，那是不是还要去拍其他地方？然后就开始排整个行程。我的私心就是，我觉得这堂课要有一个你知道吗，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就跟郑颖说，我要去拍法罗的 Puffin。原本想的是一个线性结构，就到最后面呢，会有一章就是要大家去做一趟冒险，然后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去法罗拍 Puffin， 想说当成这个课程呢，到最后一个章节，就是我们要去实践一趟冒险的时候呢，就我会怎么做，然后我会拍哪些东西，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想得非常好，就是原本预计可能是一个2小时、3小时的课，然后在整个章节最后面呢，就是带大家就是爬到那个就是那个我甚至忘记那个岛叫什么名字到那上面，然后呢就拍摄 Puffin， 然后就结束这样子。后来就觉得感觉好像在拍纪录片还是什么东西，就有点不太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因为跟学子就是谈合作，那他们就发了问卷然后就得到了很多观众的 feedback。看到了很多观众 feedback 之后呢，我就突然思考到，就是我们在做线上课程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照着讲师，就是像我自己的想法去安排，就是我觉得大家需要什么。但其实在这一次收集大家的事前的 feedback 的时候，我得到非常多东西是跟我一开始想象比较有出入的。有非常多人问说看我们频道然后就被推坑那台相机，可是他出家门很兴奋带相机，不知道拍什么。我在想说，你知道吗？在教学的时候呢，常会陷入就是很快进入到怎么去操作相机，怎么样去把眼前东西拍好看。但是我那时候才意识到，可能对很多新手来说，我要拍什么反而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收到大家的建议之后呢，我就把整个那时候其实已经拍了，我不知道30-40% 以上了吧，
把所有的课程的大纲全部都又拆掉了一次，换了一个全新的大纲。那这一次变成说，我在旅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的所有东西，我们把它分门别类。很多人说旅行中要拍人像，可不可以出一堂人像的课？那我们就把在旅行中拍人像的部分呢拉成一整个章节，然后用人像教学的方式，一小节一小节的把包含像穿搭的搭配，包含像找景点、找光线、人像的引导这类东西呢，把它全部变成一个大章节。然后很多观众说，我想听街拍的东西。其实我出国也会街拍，所以我干脆在旅行中，我们也在旅行中街拍，也把街拍拉成了一整个章节，然后再把大家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拍摄主题，也拉成了一整个大章节。那再加上风景，所以整个课程的架构突然就长出来了，跟我一开始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多出了街拍章节，那我就觉得不行，我们得去加勒满都。为什么是加勒满都呢？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加勒满都影片的话，就是我就觉得要去拍一些酷的地方。我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我们拍了像日本，然后这种可能比较所谓比较整齐一点的地方，我们不能永远都只拍这些好像对大家来说都是舒适圈内的东西。你说台湾、日本，我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也要挑战一些我不熟悉的地方。那如果在这些地方呢，我依然可以拍出我觉得很有效的作品的话，我觉得比较好说服大家，我的这套逻辑在任何地方它都是适用的。所以我很快的又在2025的11月的时候又安排加勒满都的行程。其实我们那一整年跑了非常多的地方，那非常的任性，也没有在管预算的，因为我脑中一直想着，反正都是为了要拍课程，所以我就不管了。那我以能够拍到我觉得让大家在看的时候啊，越多不同的范例，我觉得越好。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观众也会说啊，因为你去哪里拍，所以你能够拍到这么好的照片。你去冰岛拍你的风景就是漂亮。那我就换个地方，我在泰国，我在越南，我在台湾，是不是能够一样拍到我觉得大家觉得好看的东西？这点对我来说是在做课程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从问卷开始呢，整个章节大改之后呢，我们就你知道，就像是一台停不下来的列车一样，就疯狂往前冲。包含学子那边说，他们想要追加就是进阶课程的部分，他们想要加一个章节。那你知道，大家知道我的个性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加一个章节，一定是要足够分量，我不可能加，你知道吗？就是30分钟、40分钟的东西，我就要把你算成一个进阶课，要给你多收费用。想说，很多观众说，可不可以去教怎么样去？可能模仿人家的调色，或者是我常常说，其实学摄影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去模仿。那我怎么样去真的模仿？所以我就挑了3个摄影师来当做模仿对象。我们从看他们的摄影集，到模仿他们的拍摄的思考的方式，到他们运用的技巧，到用我的方式来诠释他们如果要调色的话，可能会往什么方向去做调整，以及从我的角度。在观看他们作品之后呢，我想要去致敬的方式，把它做成了进阶的课程。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对新手来说也比较难一点，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进阶课程。那每一个章节可能也拉了大概快30-40分钟以上，所以全部来说，整体的量真的非常的庞大。做整个课程的过程中啊，就我自己而言，我不知道，我知道正一跟玉涵应该非常的累，但就我自己而言是非常的开心又过瘾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些平常大家会问我的问题，以及就是我很想要好好跟大家阐述的内容，给了我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可以细细的讲，就我不用屈就于说，可能直播上有非常多问题，然后我每一个问题只能短短的回答，或者是今天是线下课。我一次只有30个人或者是50个人，我没有办法把我所有想讲的东西在短短1-2小时内跟这么多人分享，或是跟更多人分享。所以我觉得线上课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的心态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频道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给自己的作业。因为我以前有在教补习班，那拍照也拍很多年，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觉得我在教摄影上面应该还算是有点优势。做频道这么久以来，我觉得我蛮enjoy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觉得还蛮有热情的，所以我们做这样课程。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课程，说不定能够激起你更多踏出门拍照的动力。我是道子，我线上课程见。